大家晚上好，开始今天的直播。哎，现在好像是可以调字儿大了，对，英伟达、博通都新高了啊，英伟达确实是新高，但是应该周四是往下跌了一些，AI 卖铲子才是挣钱的。待会儿咱们来讲这个事儿，到底谁挣钱谁亏钱的事儿。还没这么快破啊，真要破估计是明年。这个我可能跟大家的想法，就是我跟你的想法是比较接近的啊。OpenAI 上市有可能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信号。跑步回来了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大家的周末好，都点赞了没？欢迎点赞。现在我们有8个人、9个人啊，这个人数在慢慢的上涨。好啊，今天呢，我们讲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呢会很长啊，就是美塔暴跌带崩美股这事儿会比较长。因为呢，它有很多很多方面啊，也是跟现在 AI 以及这种大厂政治斗争啊，讲很多这个故事给大家。因为我的事情吧，永远是说，哎，我原来遇到过这样，我原来遇到那样啊，然后最后凑起来说，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美塔暴跌带崩美股的一个故事。好，那么开始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美塔暴跌带崩美股，AI 泡沫是不是要破了？Taco 之后啊，为什么紧跟着就是美股下跌呢？我是在 Taco 之前还专门转了一部分的钱进到这种美国科技股的基金里边去，结果转进去以后就开始跌，给我气的啊！然后我太太就说：“你看你转早了吧？”这个反正这种事儿呢，只能是自己承担了，也没什么好说的，对吧？确实没想到啊，这个 Taco 啊，两个老大见面聊了以后就变成这样了。这个 Taco 这个事儿呢，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吧，就是算是符合预期啊，所有的事情暂停后推，但是呢，也没有任何超出预期的部分啊。你这个呃芯片啊，该不给还是不给，对吧？这稀土我们也没说就解除了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往后推。所以这意思呢，就是啊，推一段时间，看看谁能够这个把这个事儿克服掉啊。比如说我们这儿也在疯狂造芯片，美国也在疯狂整稀土，所以呢，这个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哥们儿在那儿讲说，钩呢还是要脱的啊，这个链还是要断的，只是呢，这个中间这个过程是要变得这个可控啊。这个如果有一家觉得不可控了，就会出来闹事儿啊，甭管是他们在这虚空造牌，还是我们这个对等反制啊，都是会闹事儿。而且这种闹事儿呢，就是谁也受不了。所以现在呢，两边就说，哎，咱们再慢一点啊，再慢一点啊，再往前走一点啊，再慢一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属于叫符合预期啊，但是依然是在向着渐行渐远的方向发展啊，这就是 Taco 的一个不能算 Taco 吧，就是两位老大会面的一个结果啊。结果会面了以后啊，美股就开始下跌了。其实呢，除了谷歌之外，谷歌在涨啊，其他的科技股都在跌。因为为什么我们只讲科技股呢？其实现在美股里边最大头的就这7个啊，美股7姐妹，它们涨啊，就整个的指数在涨；它们跌，就整个指数在跌。而且它们之间呢也有相当的关联性啊，就是有一家跌了，或者出现一些什么重大的问题以后，大家会一起往下跌啊。那么在这个里边，谷歌算是逃出去了啊，因为它现在也是超出了一点点预期。那么这一次呢，美股科技股的整体下跌的罪魁祸首呢，就是美塔。它的财报公布，收入呢其实还是超预期的啊，一把被大美丽法案干掉了159.3亿美金的利润啊！很多人说这钱哪儿去了啊？159.3亿美金啊，它的整个的利润就变成了负增长啊！原来每个季度的利润都是能够涨30%几往上涨啊，就是同比上涨。但是一把就这个利润增长率就没了，对吧？159.3亿美金的利润就被干掉了，啊，说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大家对他不看好了，还是怎么样啊？待会儿咱们再讲这个大美丽法案，还是挺神奇的啊。就是当时大美丽法案出的时候呢，并没有录节目去讲，因为它这个东西很复杂。
对吧？这个跟着一堆的这种2道贩子、3道贩子解读呢，也没什么意思啊。但是今天啊，这个大美丽法案确实是影响我们了啊，这个也让老范亏了钱了，所以呢，要稍微的去研究一下啊。待会儿呢，把研究的结果分享给大家。其实呢，即使是没有这笔钱啊，就是说这159.3亿美金的利润不去掉，它的利润增长呢，其实也没有达到预期啊，它的利润增长是在下降的啊，这个就是利润还是在涨啊，但是涨幅没有那么高啊，这是它这一次被做空啊，或者说这一次暴跌的一个主要原因吧。AI 的投入过高啊，而且呢没有后续的故事和预期，这是现在市场上给出的一个论调。待会儿我们讲为什么啊，它最高大概跌了13%，这个还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微软啊也被拖累了，跌了2.9%，因为微软其实现在是 AI 圈的老大，对吧？它是 OpenAI 的大股东，而这个谷歌现在在这一块上跟 OpenAI 呢算是打得有来有回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超越。现在老大还是 OpenAI 没上市呢，那微软就是上市公司里的老大了啊，所以把它也带崩了啊，带下来2.9%。英伟达、特斯拉呢也都是在跌啊，亚马逊呢是稍微下跌一点，前面呢涨上去的现在要稍微消化一些啊，待会儿涨是为什么涨，待会儿咱们再讲。谷歌是涨了2.5%啊，这个为什么它能涨呢？老大又站起来了啊，很多人都觉得谷歌会死啊，因为 AI 把整个的搜索广告逻辑给打破了，而谷歌大概70%-80%的收入来自于搜索广告。那么现在一看，哎，谷歌你还可以啊，特别是 Nano Banana 上来以后啊 ，Gemini 整个的用户量直接上去了，起飞了啊，整个的这个Gemini Pro 啊，现在因为我大量使用都是 Gemini 模型，虽然啊它在很多内容生成上没有 GPT 好使，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稳重啊，所以 Gemini 是我这儿使用的大头，所以大家觉得哎，谷歌你还行啊，还可以接着打，所以给它涨了2.5%。纳指呢是整个跌了1.6%啊，这个标普跌了1%，道指呢跌了0.2%，所以就是这几大科技股下跌会把整个的股市往下拉的。那么咱们首先来讲一个东西啊，就是大美丽法案直接扣掉的这159.3亿美金的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吧？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川大统领您太狠了吧，怎么这收这么多税呢？这大美丽法案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理解其实是不对的啊。这个川大统领的 MAGA 还是很猛的啊，这大美丽法案就是川大统领搞的事儿嘛。大美丽法案其实是在给大公司减税啊，就是你可以少交税。那为什么这个明明可以少交税，但是这个美塔还一把159.3亿美金就变成税就去掉了呢？啊，待会儿咱们再细讲。这个大美丽法案规定的是，美国本土的研发投入和美国的基建设施的这种建设，都可以当期直接进行100%折旧和抵扣。啊，原来是什么样的？原来比如说我在这儿招了一堆程序员写程序啊，但是这个东西呢，你是不能把它完全算成当期的成本啊，你是要去计算这个，比如几年啊，比如说我今天投了一堆比如100万美金的这个研发成本进去啊，我可能在未来的4到5年里头才能把它摊掉啊，每年挣了利润以后啊，减掉这个比如说20万美金啊，25万美金，然后呢，剩下的钱啊是我的这个真实的利润，我要再去交税啊，它是这样来去计算的。然后包括我去建，比如说算力中心去了。对吧？我建完算力中心呢，可能要5年或者10年才能把它摊销完。现在的大美丽法案说不用啊，你这个花了钱，当期就可以把它都摊掉了，对吧？你现在就直接把它折旧掉就完事儿了。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年花钱啊，这个建了机房了啊，我今年花钱，比如像美塔这样啊，我10亿美金薪资我去挖人去了，或者1亿美金薪资我挖人去了，你直接就可以把当年的利润去掉啊，然后剩下的钱再去交税就完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法案。所以呢，它是在鼓励美国的互联网大厂多在美国做研发啊，你不要跑到外国做研发去，多在美国做基建啊，把这些大的这种基础设施啊，什么算力中心啊，都给我建在美国啊，这是干这件事儿了。原来啊，这个研发和基建的钱需要分很多年从利润里头抵扣掉，现在一把干掉啊，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吧。所以大家看到这大美丽法案讲到这儿，是不是跟咱们的某个东西很像呢？对吧？是不是很像中国的以旧换新政策，对吧？这川建国的名字真不是白叫的啊，只是咱们的以旧换新呢，只关注设备，而人家的这个大美丽法案呢，除了设备更新之外，
还希望大家尽可能在美国去做研发啊，它对人的投入也是允许一次性抵扣的啊，所以川建国做的美国版以旧换新就是大美丽法案。那这个钱到底交了吗？谁出的钱交给谁了啊？这159.3亿美金不是一个小数字啊。首先跟大家明确一点，这钱没交啊，这个钱并没有交，美塔没有拿出这153亿美金来，美国政府也没有收到这笔钱啊，所以刚才咱们讲的它是减税政策啊，那这钱是怎么回事的呢？对吧？这159.3亿美金这利润怎么就没了呢？这笔钱其实是被美塔花了啊，那花哪儿去了呢？就是我去高薪挖人去了啊，我去建算力中心去了，我去买英伟达显卡去了啊，他把这钱花了。花完了以后呢，如果是在大美丽法案公布之前这笔钱呢，美塔会把它记在账上啊，账上完了以后，说我未来的可能4、5年或者有5、6年我每年摊销一部分，那这一块呢，你算利润了啊，这个你今年的这个利润你要去交税啊，它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它允许你摊销，等于我未来这个摊销的这个东西我就不要了，我这159.3亿，我今年把它都把它摊销掉啊，所以今年这个利润就没了啊，我就不用拿这个利润去交税了。所以呢，它是这么来算的。现在大美丽法案就允许美塔把这个东西都摊销掉了啊。原来之所以把它算利润是这个钱我也花了但是我也挣回来了，但是呢，我要把这部分钱该交税剩下这159.3亿是明年去抵税或者后边几年去抵税的现在就不用了，把它去掉完事儿了它是这么来算的。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选择进行一次性冲抵啊？就是他把这个159.3亿全都给一把冲抵了嘛美国的税制呢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有那么懂今天研究了半天。它呢是双轨制税制一个呢叫实际税，就是你应纳税所得的21%你是要去交税的。大美丽法案呢等于极大的降低了应纳税额的应纳税的这个基数。你比如说像美塔原来你这个159.3亿你都应该算是你的这个实际的这种应纳税所得那现在把这个东西一下全去掉了那么这个等于你整个的税就可以交的少很多。然后另外一个税呢叫做财报上的利润加减指定的一些调整之后，它反正规定有哪个可以调哪个不可以调这个呢是可以去做一个叫最低利润那么这个最低叫最低税是多少呢？就是你财报利润算上这个加减的这个指定调控以后15%，就是甭管你怎么去算这个应纳税所得和这个应纳税的这个实际税和这个最低税，它是俩税。然后这俩税里头呢，算一个最高的比如说你现在把这个应纳税额全都给我抵扣没了。然后你就不交税，这事儿不行你要把你财报上的税交15%它是这样，财报利润交15%。所以呢，抵扣再多如果要缴的税低于这个财报利润的15%，就按照这个最低税去交它是这样的，两个税，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咱们再稍微说一下，实际税是应纳税所得的21%，然后最低税是你的财报利润和这个去除了一些这个加减指定调整之后乘15%这是俩数，然后这俩数里头呢哪个多交哪个它是这么来算税的。所以你做了这个税务优化财报做得很漂亮，政府收不到税，这事儿是肯定不行的必须得收到税你不能说你看财报很漂亮，但是我最后把这玩意儿全抵干净了这事儿是不允许的。然后美塔做了巨额的研发和算力投入它花的钱太多了。其实呢，美塔花的钱不是最多的肯定现在花的最多的应该是微软它是买算力中心花的最多然后但是它的研发投入其实没有那么高，对吧？但是呢，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美塔的市值没有微软那么高，微软3万多亿、4万亿去了，对吧？这个美塔只有1万亿所以它花的钱虽然少，但是它占比例高。对吧？它的基建投入，美塔的基建投入占比是美塔整个市值的4.2%，对吧？它大概700多亿美金扔进去，明年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金做这个基建投入，就是建这个算力中心的钱。而这个微软呢，虽然花的钱要比美塔多，但是呢，微软的基建投入只占它整个市值的3.6%所以它要低很多。谷歌呢是2.7%。
有一个更高的啊，是亚马逊啊，亚马逊的基建投入是占亚马逊整个市值的5.2%。当然，亚马逊是要建这个物流中心的啊，它里头有很多是仓库，所以它的基建呢跟其他人还不太一样。然后苹果的基建投入只占市值的0.3%，啊，非常非常少。但是苹果本身市值很高啊，但是它只有几十亿美金的这种投入。然后呢，英伟达的这个基建投入只占市值的0.1%，5万亿美金的公司嘛，它就投了50亿美金出来，啊，建晶圆厂啊，所有这些算力中心跟它都没关系，对吧？它的算力中心都怎么办？它是投资别人啊，你们去建去，而且我投资你的钱，你还得回来给我买芯片来啊，这个是英伟达做的比较鸡贼的地方。特斯拉的基建投入呢是，市值的0.5%到0.7%啊，所以特斯拉也没有做特别多的基建投入。所以真正狠狠的在这做基建投入的就是微软、谷歌、亚马逊和美塔啊，而且这个里头真正比较狠的实际上是美塔跟亚马逊，一个是4.2%，就是你的市值乘4.2%，就是你今年的基建的钱，一个呢是5.2%啊，亚马逊。那么研发投入呢，也是可以进大美丽直接抵扣的嘛。那么研发投了多少呢？这个美塔投了2.9%，就是它的市值乘2.9%是它的研发投入，今年的啊。谷歌是1.6%，还算是比较高的了。再往后，微软是0.8%，英伟达是0.3%，这5万亿美金的公司啊，投了市值的0.3%去做 R&D 啊，做这个研发。苹果有0.8%，亚马逊啊还是最高的，亚马逊有4%啊，像美塔是2.9%嘛，它4%，特斯拉是0.36%。就是其他人都是说我拿市值的很小一部分来做研发啊，这个里头真正敢花大钱的一个是美塔，一个是亚马逊。那美塔呢，其实有点像2战前的日本啊，穷兵黩武，就是我本身市值不高，当然1万多亿了，也不能算不高嘛，但是跟美股7姐妹里的其他公司相比，它算是不高的啊。但是研发跟基建投入的占比非常非常巨大啊，为什么说它叫穷兵黩武呢？而且赌徒心态啊非常彰显啊，就是我就要赌一把大的，然后上来我就1亿美金去挖人，10亿美金去挖人啊，他在玩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很多人说不对啊，这个你老范你讲的这个，有人比他花的更狠啊，亚马逊不是比他花的更狠吗？怎么没有跌得这么惨啊？原因很简单啊，基建和研发针对市值占比确实是亚马逊更高，但是亚马逊刚玩了一个什么3万人大裁员，对吧？不是没有道理的。你对于股市来说，裁员就是最好的强心剂啊！只要说我这做大裁员了，股票就会涨。当时亚马逊宣布说我3万人大裁员的时候，那股票噌就上去了，对吧？这一次只是被美塔带着稍微的回调了一点，大概回调了2%，回调了几%。如果美塔也敢搞上万人的裁员的话，它也能涨。啊，只是前面啊，这个偷偷的裁了600人，还被人骂的狗头一样啊，所以这就不行啊！你这600人裁了不疼不痒的啊，而且还都是裁到关键位置上，对吧？把杨乐坤的这个团队都给裁了，你想干嘛呀？对吧？啊，你要敢做3万人大裁员，它也能涨啊！所以这个里头花的钱多啊，还内部的整个的战略比较混乱，不是很清晰，还不舍得裁员啊，所以它就得跌。那下一个问题说，哎，既然大美丽法案这么好，是不是大家都这么干啊？还是说只有美塔这么干啊？跟大家讲啊，只有美塔这么干啊？为什么呢？就是像7姐妹里头其他的几家公司都没有利用大美丽法案直接把这个研发投入和这种基建投入一把全都给它冲掉啊，只有美塔干了这个事儿，其他人有可能在第4季度干啊，但是反正至少第3季度没干。因为很简单啊，就这些投入啊，并不是一定要一次性冲掉，你还是可以留到后边去冲抵啊，这个事儿是允许的，你可以自己选，说我这次是一把把它都冲了，还是说我留到以后再去冲。美塔的财务呢，可能是感觉未来啊这些用不上了啊，所以干脆一把冲了算了。那么这个呢，为什么是这么算？大家再想想刚才这个咱们讲的这个税是怎么算的啊？就是它有俩税，一个呢叫实际税，一个叫最低税，两个里头呢找最高的交。美塔觉得啊，以后啊，他们可能就实际税也超不过这个最低税啊，所以就是咱就按最低税交就完了，对吧？这个我就不需要再去冲抵了，因为你要想，如果它的利润非常高，对吧？那么我这个实际税就会很高，我就需要留好多这样的
这种抵扣到未来去进行冲抵去。最后呢，他们会把实际税呢也保持在比如16啊，或者是10几这样的一个位置。像英伟达就是始终保持它的税率是16点几，对吧？它就是这么算出来的。那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留在以后用。但如果我觉得以后啊，我这个实际税可能也没有多少，我这个大头就是这个最低税啊，这个永远是最高的，那我就不用再去留着钱到后边去做冲抵了，所以一把就梭哈进去了啊，一把全都冲掉了。其他大厂呢，可能未来的利润还会更高一些吧，所以就留着钱。当然了，这依然是一个利空信号，等于从美塔自己内部来觉得，说我这些抵扣啊留到以后没啥用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那么利润上涨不及预期是真的啊，这个前面咱们讲了，就是把这159.3亿的利润去掉了啊，所以导致整个利润看着很难看。就算是不扣这159.3亿，利润增长呢也没有前2个季度猛了。大美丽法案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呢，美股的机构盘啊，但是呢，美股其实是个机构盘，机构肯定是明白这个大美丽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总体利润上升不及预期才是整个这个事情里的最要命的一件事儿。美塔的主要收入呢依然是广告，而广告收入的增幅却在下降。你像另外一个广告大头是谁？是谷歌。谷歌现在就是我的广告啊，确实是在下降，但是我另外一头靠 YouTube 广告啊稍微拉起一点来，然后我的云计算啊开始挣钱了，然后我的 AI 开始挣钱了啊，所以大家觉得你行了。而美塔呢，除了广告之外没别的东西，还是在这挣广告费，那你这事儿就会有问题。而现在美塔广告收入的增幅在下降啊，那么他觉得你是不是受到 AI 影响了？其实呢，它受 AI 影响的并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它受到的影响主要是关税战，对吧？导致电商广告的投入下降，像什么Tmall 就是拼多多呀，什么 TikTok 原来每年在美塔上打好多广告的，对吧？那么这些投入就下降了啊，这块对于美塔来说是比较沉重的打击，而且很难恢复回来啊。刚才咱们也讲了，这个中美之间啊就是这样打和啊，然后看看什么时候可以彻底分开的一个状态。现在呢，相当于是一个离婚冷静期的时候。那你在这种时候，那美塔这种广告商啊，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它的流量呢，也确实在被其他的平台所分流，比如像 TikTok、YouTube Short 都在开始分流和吸引美塔的电商流量，对吧？因为 TikTok 自己本来就是做电商的，对吧？现在 TikTok Shop 在美国也开了，那你直接在内部进行变现不就完事儿了吗 ？YouTube 的话，谷歌现在也开始做电商了，对吧？那么在这一块上啊，美塔的很多的广告流量就会被分流掉。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虚拟现实啊，就 VR 这块，扎克伯格折腾了这么久还是亏损，一点光都看不着啊！你比如说我亏损逐渐缩短啊，亏损的这个面逐渐缩窄，我的盈利逐渐增加或者营收逐渐增加，这事也行，没有看到任何希望。但是小扎呢又舍不得砍，对吧？他这个 VR 这一块营收4.7亿美金，亏了44.32美金。营收啊，它不是利润啊，4.7亿美金等于整个收回来的所有的这个营业额是4.7亿美金啊，亏损了44.32亿，而且亏损额一点都没有下降啊，原来上个季度是亏这么多，这个季度还亏这么多，所以这就没法整了啊。如果小扎宣布说，我把这块砍了，然后这个裁员啊上万人，那股价绝对起飞了。但是小扎舍不得，对吧？那这事儿就没法整了。那么美塔遇到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市梦率跟市盈率之争的差异，在美塔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又不是只有美塔在这儿砸研发、砸基建，为什么只有美塔被人质疑说你的 AI 投入变现能力有问题呢？对吧？那别人花的钱比美塔多呀，没有被质疑，怎么就美塔在这儿出这事儿啊？前面有一个 OpenAI 在这顶着呢 ，OpenAI 特别擅长玩模糊处理，拿了英伟达的钱，拿了 AMD 的股票，和这个高通之间签了这个芯片研发的这种协议，和韩国企业签了存储芯片协议，和 Oracle 签了算力这个租赁协议 ，Oracle 再去找英伟达和 AMD 再去签这种基建协议，这个钱都不知道是在里边转了多少圈。那你说这事儿没人告他吗？还真就没有啊，
因为它没上市啊，它不是个上市公司。所有这些钱呢，都是意向性的钱啊，有一个很大的数字，它把数确实写上了啊，1万亿、几千亿，都把数写上了，但是具体什么时间、怎么花、如何交付，细节通通没有。因为你一旦有细节了，你最后交不出来，或者说这个钱没花掉，你就会有问题啊。你虽然OpenAI 你自己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其他人都是上市公司啊，英伟达是上市公司 ，AMD 上市公司，对吧 ？Oracle 也是上市公司，你这个就不能胡说八道了。所以这个山姆奥特曼等于做了很多这种非常模糊的这种交易啊。当然我也把协议写上了，字儿我也写上了啊，5000亿美金啊，1万亿美金我都写上了。但是这个钱具体怎么花，分几个阶段，怎么去考核，到哪个阶段考核到什么样的，我来花哪个钱都没说，所以他就可以在里边去玩这个事儿。而且呢，微软、OpenAI、英伟达、AMD、Oracle 玩的呢就是市梦率啊。你说这个市盈率、市销率，咱明白啥叫市梦率啊？对吧？市盈率就是你的市值跟你的这个利润啊之间除一个比例，咱们就说啊，市盈率2%啊，市盈率20倍，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挣了1块钱啊，你的市值就是20块钱啊，你挣了1亿，你的市值就是20亿啊，它是这样的一个20倍。市销率呢，就是你的销售额啊跟市值之间的比率啊，像很多游戏公司市销率有1的啊，有2的，什么都有。就是我销售额是1块钱啊，我的公司就值1块钱啊，它有好多是这么算的。那市梦率是什么呢？这个市梦率就是信我者得永生啊。什么叫信我者得永生？就是未来很远大啊，未来的商业模式你们现在人根本就没见过，你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未来到底能挣多少钱啊，根本就不是现在的人能想明白的。咱就只管做梦就行了啊。所以微软也好 ，OpenAI 也好，英伟达也好，都在干这个事儿。对吧？英伟达上来说啊，我在所有的基站上给你装芯片，大家就可以在基站上进行运算了，对吧？但是你说我拿基站算完了以后，到底是怎么挣的钱，怎么把这钱挣回来揣口袋里，对吧？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他也不说，对吧？反正就是说算力无处不在啊，我又弄到更多的算力了，然后咱们再建这个核电站啊，再整这些事情啊，只要有算力就能挣钱啊。但是这个算力到底怎么转成钱啊，他们是不说的。但是美塔这儿呢就不能玩这个事儿了，为啥呀？你像微软、OpenAI 都说啊，我们未来啊是这个什么办公也有什么大家做开发呀，什么这些 API 什么我们都有啊，你们只管拿着我们的产品去做开发就行了啊。至于以后到底怎么挣钱，我不管了，我是基础设施。美塔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商业模式，没有什么新东西，对吧？它就是社交媒体做广告，它很像腾讯啊，或者说腾讯很像它吧，社交大厂有一大堆流量，然后最后通过广告来变现。啊，然后也没做出什么别的花样来，所以后边人家那个 Oracle 讲的这些故事啊，这个 OpenAI 讲的故事他讲不了，他只能说，我由 AI 加入了以后，我的广告的变现率提升了多少，或者我广告的展示率提高了多少。其实我看到美塔财报上讲，我是因为加了 AI，广告的展示率上升了，我在那乐，我说你广告展示率上升跟 AI 没关系，只跟用户体验有关系，对吧？加更多的广告，大家不喜欢你了，没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啊，他也讲不出别的故事来了啊。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你又花了这么多钱啊。刚才我们讲了，他的花的钱啊，跟他的市值比起来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还讲不出新故事来，那这就没法整。但是呢，他前面我们讲了，有些地方像腾讯，但他好些地方还不如腾讯呢。比如腾讯是有电商跟支付的，对吧？美塔在这一块呢，想做支付，但是被人摁回去了，对吧？他想去做那个。叫 Libra 还是什么那个币嘛，最后被人摁回去了。腾讯自己是有完整的电商产业链的，而美塔呢这块基本上是没有的。虽然 Instagram 也是有一点点电商，但是其实主要还是广告商。然后它的资本版图其实也没有腾讯那么辽阔啊，腾讯是四处投资，各处出击，而美塔的话，他们是这个扎克伯格的投资这个习惯是我看准了，一把它买下来啊，甭管多贵，我把它买下来。他不喜欢这个四处洒水这个方式，腾讯就是四处洒水，对吧？所有的这个企业里头，你像咱们，比如说啊，这个拼多多呀，什么这些都是腾讯的这个项目，美团什么都是腾讯项目，所以在这一块上，它还不抵这个腾讯的啊，而且腾讯还是游戏圈大佬啊，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游戏公司基本上就是腾讯了，所以美塔搞了半天 AI，到底怎么挣钱？它没有想象空间。做梦都没地儿找枕头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这儿呢，倒是跟腾讯很像啊。腾讯折腾半天 AI 也是说，哎，你腾讯弄 AI 干嘛？你也做不出东西来，对吧？所以腾讯 AI 也没做出什么
结果了。但是腾讯说没做出来，没做出来呗，对吧？我就不花那么多钱，咋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我好好的去做游戏不就完了吗？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美塔只能玩市盈率，别人能玩市蒙率。那么原来美塔挣钱实在挣太容易了，就是做广告这个事儿，各种脏活累活他是不太愿意干的，像什么游戏啊，他不太愿意自己去下手做游戏，对吧？他说我在这儿有平台，你们上我这儿做游戏，上我这儿卖流量不就完事儿了吗？我何必自己去做游戏，还要自己发行，对吧？这个四处跟人谈判，累死了啊！不干这事儿。这里头呢还有一个叫 VR 的赔钱货啊，就是美塔的这个虚拟现实的这个赔钱货啊，大家都不看好。偏偏小扎呢又舍不得扔啊，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你说我花了大钱啊，我做 AI，我做出点东西来也行，对吧？我也能让人高看一眼。但是呢，美塔又没做出来啊，他新人进入，但是新产品废了啊。他们有一个新产品叫 Vibes 啊 ，VIBES。这个产品呢，我是听到过几耳朵，但是自己也没试用过，也没有去研究到底怎么回事，对吧？也没有看到什么响动，这产品就挂了。虽然现在产品还在啊，但是肯定是小扎非常不满意啊。Webs 呢一开始雄心勃勃啊，准备起飞，说我们用美塔的这些 AI 大神啊，花1亿美金、花10亿美金挖回来这些人啊，我们整个做一款新的产品啊，我们去这个折腾去。而且呢，它这个里头不光是有视频制作的能力啊，还可以自己还是一个比较轻量级的社交平台啊，把这东西做出来以后，被这个 Sora 2直接抄了老窝了。Sora 2一上来说，你看我这也是社交平台，对吧？我这个做的还比你好，直接就把美塔的这个 Webs 给摁死那儿了，对吧？这个导致小扎又是很愤怒嘛，然后赶快再去调兵遣将，把这事儿弄起来。那这个 Webs 这产品是谁做的呢？叫做 Nat Friedman 啊，应该叫这么念吧。他带队做的啊，这哥们儿原来是 GitHub 的老大，也是一个天使投资人啊，投了很多项目，也是很多项目的这种顾问。现在呢，他被这个小扎拎回来说，你来给我做一个产品啊，嘁哩咔嚓整了这么一个东西啊 ，Webs 太急于求成了。他呢做了一个叫短视频生成和轻量级社交平台的一个东西，这个名字是不是这个定义是不是有点长啊？对，毁就毁在这儿了。哈哈，如果单纯的短视频生成平台没毛病，但是如果还要再加一个轻量级的社交，这事儿就废了，对吧？他们呢也没有使用自己的技术，美塔其实原来自己是有整套的这种AI 生图啊、AI 生视频的技术都有。但是那些技术呢，都在美塔的原来技术团队手里头，正在被裁员呢。刚裁了600人的就是他们。那新人跟旧人正在两看相厌的时候，合作是不可能合作的啊，所以干脆就找别人去拿技术就完了。他们的技术哪来的呢 ？Midjourney 和 Flex 啊，这2家的技术直接拿来用。Midjourney 呢是这个 Nat Friedman 应该算他投资吧，他也是这个 Midjourney 的顾问啊，所以直接给 Midjourney 付钱，说我直接付你几年的服务费，拿来我用一下吧，啊，是这样来去使用的。那么这些系统拼在一起以后的话，就不太容易去整合啊，可控性也没有那么强，而且 Midjourney 有一个最大特点是什么呢？不像，对吧？你像我用 Midjourney 经常给自己画像，画的就不像啊，不像我。那你作为社交来说，最核心的一个点不是画的有多好看，而是画的有多像。社交就是你的社会关系要参与到交往中去，产生新的价值，这个东西叫社交，对吧？如果你画的不像啊，折腾半天这是谁呀，对吧？那你所有的社交价值就被折损了啊，它技术上本身就有一些天坑在里头，所以呢，技术只能说是有点太着急了。但是这个产品真正死呢，还不是死在技术上，它是死在流量操作上了。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轻量级社交平台？大家想过没有？他美塔的人啊，就这套词儿熟啊，就这套拳脚比较熟练。你不做这个轻量级社交平台，我不会做别的啊，我一定要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整了这么一套东西在里头，啊，自己有平台啊，那么还可以呢跨平台把这些短视频发到 Instagram Reels 或者是 Facebook Story 什么这个里边去，都可以去干去。那你这就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会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既然你 Webs 也有一个轻量级社交平台，那你是按什么考核的呢？
对吧？你是按用户数考核，按生成量考核，还是按这个标准的这些社交平台的指标考核呢？对吧？它肯定按社交平台的指标考核，因为就这套词儿熟嘛。那你既然按社交平台的方式来考核，那你要干嘛呢？就要从其他平台上洗流量回来，对吧？我要发一个东西出去，然后呢，再把这个 Instagram 的流量和 Facebook 的流量给我洗到这个 Webs 里头去，他要干这个事儿。那其他的平台就很困扰了，对吧？我让你把内容分上来，我让你把内容发上来，然后你还把我的流量洗走了，这不行啊！大家都有 KPI，不是光你有啊，我也有啊，对吧？那这个里头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推荐算法，因为平台都是推荐算法嘛，那么我到底是不是推你的这些流量？如果不推的话，不就没事了吗？但是咱们想清楚啊，这个 Nat Friedman 他是个新人啊，虽然这哥们儿是一个很资深的投资人啊，而且是 GitHub 的这种老大，对吧？跑到小扎这儿，但是他在Meta他是个新人啊，新来的嘛。那么新人呢，肯定跟小扎是有蜜月期的啊，又不太了解内部应该如何推动。那么这种人在里头会干嘛呢？一定是举着尚方宝剑四处挥砍啊！这个事儿我们以前也干过啊。我原来在盛大创学院的时候，跑去跟盛大游戏、盛大文学他们去谈合作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一上来就说啊，我们谁谁谁哪个老大说了啊，你们谁谁哪个老大说了，对吧？下边人他不愿意跟你干，对吧？上来以后就是我们是天子门生啊，这个你要听我的，对吧？我们这个才是最先进的生产力啊。那么下边这帮人，你说能不能配合呢？一定会配合啊，不可能说完全不配合，但是这种配合一定是掺了水的啊。配合之后一定会出事儿啊，最后把各种屎盆子再重新扣回来。所以呢，他这个 Webs 上来以后 ，Instagram 上那些真人的创作者，包括这些大 V 啊，还有各种的 MCN 机构，就开始骂街了。骂什么呢？说你这 AI 内容垃圾内容长得又不像啊，什么也不好看，对吧？还把我的流量吸走了。你上来以后，我的流量下降了啊，这个不行。结果骂完了以后，这个产品直接就臭街了嘛，对吧？京东原来也出过这种事啊，京东原来招了好多这种外来的和尚啊，就是能力很强的。因为京东有一段时间呢是，自己快速发展啊，人不够使，他们就在内部提拔了很多这种叫将够用的人啊，就是他再往上发展，其实是发展潜力有限的一帮人，他给提拔起来，占据了关键岗位。然后等京东长大了以后，刘强东说不行，我也得整点这高大上的人回来啊，对吧？我也不能说都是一帮这个非名校毕业的人在我这儿折腾来折腾去，我要这个大厂的人，我要这个名校的人回来。结果这些人去了以后呢，这个京东以前的这些掌握各种资源的人就会给他们穿小鞋，对吧？因为我原来也跟一些在京东当过这个 CTO 的人去聊过天，他说进去没法整啊，这个一进去了以后呢，你说我要上一个新项目。上新项目，下边人说那配合吧，然后配合了以后，一定会出现一什么问题呢？销量下降。京东刘强东最后只看一个东西，就是你的销量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如果销量下降了啊，那你不行啊，把这干掉啊，把原来那个老人留着啊，把这个新人干掉，然后再换一个，对吧？他一直是这么干的，所以这种传统势力对抗这种新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Webs 就遇到了这种问题了啊。那咱横向比较一下，比如说谷歌的 VU3，它呢技术很好啊 ，API 是开放的，受到了开发者和创作者的好评啊，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拿 VU3去干活去了。那么 VU3就是一个视频创作工具，甚至它视频创作工具这块做的都不是这么好，它就是个 API， 对吧？没有自己的搞社交平台啊。现在呢，它准备把这个产品集成到这个 Gemini 和这个YouTube 里边去，对吧？大家也都觉得挺欢迎的啊。我原来有这么多用户，这用户还是我的，我增加了新功能了啊，他们可以在我这儿有更长的停留时间，有更好的变现机会啊。所以 VU3去跟下边这些兄弟单位之间去合作的时候就比较顺畅。而 OpenAI 的 Sora 2呢，它是社交平台和视频创作工具。社交平台没问题啊，对吧？这个因为 OpenAI 自己原来没有这东西，我从头做一个呗，也不跟别人打仗，对吧？即使是这样啊 ，Sora 2的社交平台现在感觉活跃度也不是很高啊，没有那么热闹起来，对吧？它呢还在不断的更新啊，很多更新呢其实并不是原来的技术达不到，而是有一些伦理限制啊。你比如说，原来我们去做这个 Sora 2的视频，必须是拿自己拍视频啊，然后给你去用形象。现在的话，它允许这个大家上传视频了，比如说我上传一个哪吒2的视频上去啊，然后你就可以拿哪吒的形象去做视频了
啊，它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如果一开始你就开放这事儿的话，那版权方一定会弄死你的啊！现在啊，已经有一些声量了以后，它就慢慢开始开口子了啊，用户达到一定阶段啊，慢慢的放松。Sora 2的技术呢，我一直讲啊，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它比较会投机取巧。Sora 2最强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人长得像，对吧？这个是它最强的地方啊。那么你想，我要做社交，一定是人要长得像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而且原来也没有其他的社交部门，也不需要去抢啊，我们就从头开创就完了啊。所以他们玩的还比较开心。而且 Sora 2呢也开放了 API，对吧？这个很多的这个开发者和创作者也开始去干活去了啊，拿它去挣钱去了啊，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其实啊，这个Webs 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极梦啊，就是字节跳动的极梦。在国外的你们可以用一个叫Dreamina，Dream INA 啊，就是 DREAMINA，实际上就是极梦。这个产品在国外的名字叫 Dreamina， 它呢就是单纯的创作平台。你像字节跳动手里的是有抖音的呀，是有 TikTok 的呀，它怎么没有像这个 Webs 似的说我极梦也整一个自己的小的社交平台，然后自己发完了内容以后，然后再往这个 TikTok 上，再往抖音上发，它没有啊，这个我就是单纯的创作平台，所有的内容清晰标注上 AI 生成，然后抖音跟 TikTok 对于极梦生成的内容也没有特殊照顾，对吧？甚至还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啊，因为中国的法律规定，所有这种 AI 生成的内容你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制啊，所以在这一块呢，也没有人出来闹来。这个抖音上和 TikTok 上的真人 UP 主和 MCN 机构，他也不会说什么。其实啊，没有人组织，这些人通常也不会抱怨那么大声，并且形成传播的啊。这个平台算法对于大 V 和 MCN 机构来说呢，是个黑盒子，对吧？大家在你平台上吃饭，很少有人吃多了撑的去抱怨母公司的产品啊，就是平台母公司的产品啊，这个一般没有人干这事儿，这个太痛苦，就是太这个不自量力了。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玩的就是推荐算法，就是引导舆论或者压下意见，这玩意儿是老本行。所以咱们刚才讲，这个你去得罪这些公司里的老人啊，他们给你小鞋穿的时候，一定会出幺蛾子啊。这个 Instagram 上的这些大 V 啊 ，Instagram 上的这些 MCN 机构去抱怨、去骂街，还能传起来，一定是有人在内部组织，而且在推荐算法上对他们进行了一定倾斜。否则这东西绝对出不来啊！这个叫做 Nat Friedman 应该是被美塔里边的一些老油条给坑了啊，所以咱们就是以我以前的一些见闻吧，跟大家去做这个猜测。那现在也没招了，只能是派遣老人进去调和嘛。美塔呢刚刚把一位印度人啊，一个老将调到 Nat Friedman 手下去了啊，看看怎么能够推动项目继续往前走。啊，这哥们儿呢，原来是 Instagram 电商的老大，后来呢是跟着小扎去做 VR 的负责人去了，啊，就 VR 的产品负责人，啊，这个像我们以前也干这种事儿啊，就是拿着尚方宝剑四处挥舞，还伤着自己了，对吧？出去折腾半天事儿，最后发现有问题啊，然后这事儿我还得承担责任，就属于伤着自己了嘛。然后大老板呢要干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啊，把身边的老人派下来啊，调节一下。这种老人呢，会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啊，因为他们跟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呢，本身就知根知底儿，一块儿打过仗啊，一块儿在一个坑里爬出来的，对吧？各种小花招跟潜规则的，他们也熟，对吧？你比如这个刚才那故事，比如 Nat Friedman 说我做了个产品，然后被下边所有的这些大 V 都给骂啊，这个一下这个名声很臭，他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是你要让这种老头下去，他绝对明白怎么回事。对吧？他不是老头啊，岁数也没有那么大，算老将啊。那么这些人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叫直达天听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去跟小扎汇报就完了，对吧？这种普救，你说能不能管用呢？这不是每次都行啊。但是老板呢，还是觉得把一个身边的贴己人啊派下去，这个事情会变得可控。为什么呀？因为原来下边吵翻天啊，你像。这个对于一个老板来说，以前的这些这个底下的人可能原来跟着我一块干过啊，但是也是比如说是手下的手下啊，他们现在升上来了，也没那么熟啊。虽然外边我挖回来的大神啊，比如 Nat Friedman 这种人啊，这个我很崇敬他啊，非常强。
但是呢也没那么熟啊。他们下边两拨人吵来吵去的时候，他也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现在有一个自己人下去啊，负责呢把这个冲突抽丝剥茧给老板讲清楚，好让老板可以做决策啊。这个是老板真正喜欢干的事情啊，算是这种大内总管吧，直接派下去了。美塔内部的团队呢也在动荡，前头呢刚裁了600人啊，这个其实也是个利空。你要真的裁几万人啊，这事儿就变成利好了啊。你裁几百人啊，这就是个利空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他 AI 研发团队内部并没有调和好啊，他把这个杨乐坤的人给裁了啊，这个事儿呢就很麻烦，是吧？虽然看不出美塔如何用 AI 挣钱，但是 AI 投入总不是坏事儿。你现在把 AI 投入的给干掉了啊，那这个一定不是好事儿啊。我记得原来有一个笑话啊，就说一个地主老财啊，说不太会说话，是吧？我今儿要请客吃饭，结果一看，哩哩啦啦来一半人啊，平时不会说话嘛，经常得罪人，一看说，哎呀，怎么该来的都没来啊，对吧？这个剩下来的人一看说这不行啊，这个对吧？该来都没来，我就不该来嘛。然后其实开始走了一堆啊，还剩1/4的人。这个老财一看说，哎呀，着急了，怎么不该走的又都走了呢？对吧？剩下那些人一听，哦，这个不该走的又都走了，那我们就该走呗，对吧？其实开始走了，最后剩一个哥们儿留下来了啊，说这个说老板你不能这么说话，太得罪人了呀，对吧？然后那地主老财一咬牙一跺脚，我不是说他们呢，对吧？这哥们儿说算了，我也走吧，对吧？你这个该来都没来，不该走又都走了啊，还不是说他们的，你得说我的呗，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对于整个市场来说都是看空的。就是小扎现在最该干的活是什么？把 VR 干掉，对吧？而不是把杨乐坤的团队干掉啊！把杨乐现在等于是 VR 留着呢，啊，接着在那一个季度亏40多亿美金啊！杨乐坤的团队被洗了600多人啊！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你说谷歌也经常做内部调整，原来谷歌不也是里头这个 DeepMind 跟这个各种谷歌 AI 什么谷歌大脑什么打来打去呢，也走了好多人。谷歌咋就没事呢？怎么这个美塔走600多人就成这样了呢？哎，说对了啊，谷歌人多，谷歌就是 AI 的发源地啊，大神多去了，走几个你看不出来，而美塔这块呢人没那么多，对吧？走1个2个你就秃子脑上啊，这个和尚脑袋顶上有虱子啊，都看着呢，明摆着呢，对吧？谷歌一直是整个技术的发源地，就是现在你说哪个公司里头做 AI 的人不是在谷歌干过的，都在谷歌干过。对吧？这个以后量子计算机真的普及了、实用了以后，估计到那个时候，全世界量子计算机公司里头也都是谷歌的全员工。所以对于他来说呢，这个走几个人啊，或者走个几十人、几百人，对于他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就如果没有谷歌的话，就没有现在整个的 AI 行业。那谷歌，你说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也没招来这么大流量。对吧？我就这么一屋子人在这吭哧吭哧干活，然后时不常走几个，然后出去说我不干了，我要去做 OpenAI，对吧？他是这么玩的。美塔呢，10亿美金的天价挖人啊，1亿美金的天价挖人，他干了好多这种事儿，你带来了巨大的流量，而流量这个东西是会反噬的呀。所以啊，美塔这一次600人的裁员也给他这个股价下跌啊雪上加霜。最后呢，咱们总结和展望一下吧。美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选择了将大漂亮法案的税一把都抵扣掉，啊，这是他们这一次做的事情，支出了超过其体量的研发和基建成本，还没舍得像亚马逊那样大裁员砍项目啊，这就是他现在干的。因为缺乏未来盈利的想象力啊，因为它就是传统的商业模式。被指责过度 AI 基建投入啊，缺乏盈利能力，不但自己暴跌，还带崩了谷歌之外的7姐妹啊。美塔基本盘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它用户还在，虽然有流失，但是并不严重，广告收入也在。OpenAI 其实也没有找到新的变现方式，也是在那儿做广告的，所以呢，美塔的基本盘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啊，应该真正的让 AI 被用户或者在社交圈子里的真正用起来，而这个呢，对于他来说其实是挺难的，对吧？如果能够有些耐心，把手头的资源好好消化一下，也不是完全没机会。最忌讳的就是瞎折腾。其实我觉得
小扎去折腾 VR 这个事情，就是完完全全的自己在这瞎折腾啊，我是非常不看好这个事情。其他的公司即使是一时落寞啊，只要忍住了，还是可以起飞的。比如微软，微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隐忍了呀，对吧？后来投资了 OpenAI 再次起飞。腾讯在社交媒体短视频的时代也隐忍了呀，直到视频号起来再次起飞啊。那么我们就看看 Meta 是不是继续这么折腾下去，要稍微的有点耐心啊，越折腾它就越有可能出问题。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啊，就是 Meta 带崩了整个的科技啊，然后 AI 到底是不是有泡沫的事情啊，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下。好啊，这个故事一口气讲了50分钟啊，这个稍微有点长，这故事，看看大家在讲什么啊？这个点赞啊，来了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AI 应用。能看的只有 Sora， 其实 Sora 我真的不喜欢。你买的硬盘盒速度快，噪音发热大嘛？啊，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但是肯定没有原机的快。原机的应该是每秒6、7千兆吧。然后呢，这个是每秒4000啊，大概是这样的，还是要慢一些的。但是肯定要比这个机械硬盘快很多了啊！基本上你在上面剪片子呀、打游戏呀都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呢，噪音呢，它是 SSD 的啊，虽然有风扇，但是基本上听不到噪音啊。热呢也不是特别热，就这种东西就是必须要这个频繁的读写才会变热。像我的话，即使是拿它剪片子，也不会这个搞得很热。如果是 SSD 硬盘盒，其实影响不大。对，主要是其实 SSD 硬盘对它影响也不大，因为 SSD 也是这个6、7千兆速度的这种，就是很高速的。这个真正的瓶颈还是在USB4或者叫雷电4的这个地方啊。现在据说有雷电5可以达到8000的还是什么的啊，就是有更高的。举企鹅的例子让我想起了元宝模型啊，全平台各种砸广告，也没见市占率有啥变化，扔石头连个水花都没有啊。是啊，所以他们现在也不费劲了，就搁着搁着呗。PS 估值嘛，Photoshop 嘛，就是 Adobe 也有啊。PS 估值啊，我知道你说 PS 就是这个，叫做市盈率。上大学找工作这个事儿，在 AI 的进攻下，以后还靠谱吗？这就不好说了啊！现在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AI 需要一门专门为 AI 模型使用的编程语言吗？现在 AI 编程使用传统的编程语言，是不是走错了路？这个反正现在的 AI 编程，因为还需要人去参与嘛，所以呢，最主要的是 Python、JavaScript、TypeScript 都是主要是这些东西，其他的呢也能跑啊，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至于 AI 有没有自己内部的语言，其实 AI 整个里面就是它整个内部的运作方式，其实算是个半黑匣子吧。虽然是做了很多的解析啊，所以 AI 内部到底是怎么跑的，并不是外人可以直接参与的。又赶上直播了，对，口罩老孙，你又赶上直播了。本来想听着睡觉的啊，越听越精神了。看来啊，本人功力加深了。Sora 2在我家生产社交了啊，这个啊产生社交了。弟弟做视频，姐姐不会10以内加减法，姐姐做视频是弟弟吃鼻屎。对啊，这就是社交啊，这你一定是跟人有关系啊。我记得原来我们讲社交游戏也是这样的，偷菜，对吧？然后这个抢车位，就是你一定是跟你认识的人啊，就是社会上有交往的人去偷了他家的菜，这个事儿才有意思，对吧？你说我就
谁也不认识啊，我就把人菜偷了，这事儿就没有什么意思，它的等于你的这个社交价值就没有体现进去。杨丽坤是不是又在推特上发帖了？哎，这个哥们儿反正也没法整，对吧？他也不太听这个小扎的，然后自己在这儿每天，在这儿放炮，这个就没法整。这人，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员工。然后小扎呢，也没有学会怎么去跟这种大神去打交道。谷歌各种各样做研究的小组茫茫多，它的多元化和自由氛围啊，虽然不适合赚钱，但是想吸引大神还是很容易的。对，这是真的啊，谷歌真的是大神多。这个越来越胡说八道，张考就来分析的越来越离谱。怎么说呢？一本正经，哥们儿，你要觉得哪儿不对呢，你说对吧？上来就扣帽子，这事儿多没意思啊，对吧？你觉得哪儿不对，咱们可以讨论嘛。我也没说我说的东西都对，对吧？然后啊，微软在移动互联网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它搞云计算、云服务了啊。不过也不是第一个啊，紧跟 AWS，它还各种投资。好像这个 WinPhone 失败之后，它就不怎么搞研发了。它呢其实折腾了很久啊，在移动互联网上，就是它这些大厂都不会说我直接放弃的啊，它都是说我要去挣扎一下，先做了 WinPhone，对吧？因为它前面有那个。它那个玩意儿叫什么来？那个 PDA 叫 WinCE，对吧？我原来还用了好多这个 WinCE 的设备，我还买过那个就是这种，不是 WinPhone 啊，是早期的这种，也是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叫 i900还是什么？也应该也是台湾做的一款机器，就是翻盖的啊，然后里头是有全键盘的这个机器，对吧？我还买过他们家的设备呢，他觉得这玩意儿他是老大，啊，折腾了半天。后来做 WinPhone，后来还去收购诺基亚，最后也没整出来啊，然后就拉倒了啊。他们都会努力折腾的。跑步回来先点赞啊，2倍速追一下。好的啊，你这个已经这个52发的应该已经快结束了。技术垄断如果造成了市场垄断，不容易被那拆分嘛？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你像现在。谷歌这一次不是 Chrome 也没拆掉嘛？啊，没有那么容易。其实呢，所有这些大厂面对反垄断调查的时候，都是一招拖，啊，拖到有新的技术上来了以后呢，它就没有那么垄断了啊，这事儿就混过去了。微软也是这么混过去的，谷歌也是这么混过去的。怎么看 AI 取代人力啊？社会失去消费力，反向导致经济崩溃。这个是会很危险的一点啊，就是 AI 呢，这个现在比如说亚马逊刚裁了3万嘛，而且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会再裁60万，对吧？这个亚马逊一共是150多万人啊，这个30万白领啊和120万蓝领，蓝领就是什么仓库的人啊，这些大概这样的一个架构。这一次裁的3万呢都是白领啊，所以它实际上是裁了10%的白领。然后现在在疯狂的测试各种各样的仓储机器人，准备呢把这个蓝领再裁一半啊！你像白领才裁了10%，蓝领就得裁一半，所以未来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一个过程。后边看美国工会怎么玩吧。美国像亚马逊白领是没有工会的啊，但它蓝领是有工会的。一直觉得Meta小扎就是高配版的这个百度李彦宏啊，干脆干啥都起了个大早，赶个晚集啊，眼高手低的范例，其实也不是，就是他整的几个东西，像 Meta 这个叫 Facebook 这个WhatsApp、Instagram 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个是强到没朋友的产品。但是后边想做 Metaverse 这个事儿呢，我就觉得他有点没太想清楚啊。这个也许人家很强，对吧？咱们没有想明白，人家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反正我对于 VR 和他后来搞的 AR 和什么眼镜这些东西一直不看好。现在定义 AI 专用语言还早啊，这个窄轨铁路就是按照马车车厢做的啊，一直用了好几十年，现在可能有些国家还有啊，或者有些小的旅游景点还用这玩意儿。用 OpenAI 浏览器了吗？啊，对比原版的 Chrome 直接用 AI 搜索形式来说，有明显提升吗？哎呦，今天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在
Twitter 上收到了一个私信啊，这个一个老外给我发的，我也不认识他，然后告诉我什么呢？说这个叫 ChatGPT Atlas 升级了啊，说你这个前面用 1Password 的使用体验不好，我们看到了，现在呢，这个你可以把升级了以后的这个版本拿出来啊，我们已经支持了，你先把这个叫做 OnePlus 不是 OnePlus，OnePassword 升级到最高版，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这个叫做ChatGPT Atlas 也升到最高版，然后呢，在 OnePassword 里头哪一个选项怎么去设置就可以支持了啊？给我讲了一个这个东西。后来我说试试吧，对吧？这个人反正讲了半天也没有什么，不像骗子，对吧？我就试了试，然后确实把它设上了。我现在的这个叫做 ChatGPT Atlas 已经可以用 OnePassword 啊，各种登录都可以用了。然后我说这哥们儿是谁呀？我也不认识他，就给我发这么个消息。点进去一看，这哥们儿是 Atlas 的产品经理，就是他是 ChatGPT OpenAI ChatGPT Atlas 的这种产品负责人，叫 Product Leader。然后我说他妈的闲的吧，他给我发他不认识我，而且我写的都是中文，我前面装了 Atlas 以后用中文抱怨了一把嘛，他给我发这个，我说怎么能这么闲呢？后来我一想明白了，这玩意儿咋发出来的？在 Twitter 上用 Atlas 的 Agent 模式，对吧？你可以直接搜索所有对 Atlas 提意见的人啊。如果我把这个 OnePassword 的问题解决了，你就在 Twitter 里边搜索所有提这个叫做Atlas 不支持 OnePassword 的人，然后挨着个给他们发这个私信啊 ，Twitter 的私信就完事儿了。这个很恐怖吧？这事儿是不是稍微有点吓人？其实美塔的那个 AI 眼镜还是挺有意思啊，我还挺希望它能成的啊。我这个对于 AI 眼镜这个事儿一直非常的不看好。你想，它一个季度能挣4亿美金啊，已经不少了，4点几亿美金已经是对于其他厂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生意了，对吧？一个季度4亿多美金，但是呢，它一个季度能亏40多亿美金，这事儿你咋整啊？你这样的一个生意你就永远做不圆乎嘛。而且你想，他那个眼镜最后怎么变现，对吧？你最终还是要挣钱呀。他的眼镜唯一能干的活就是拍一堆片子，然后呢，增加他的 Instagram，增加他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活跃度啊，增加用户时长，然后在这里边再去做广告。但是呢，他这个眼镜本身的拍摄效果其实挺差的，对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谁呀？就是那个谁的那个，就是上海那个也是一个游戏公司的老大，他呢有一次就是拿那个眼镜出去拍去了，他买了辆那个理想的 Mega 啊，然后戴着眼镜出去拍，哎呀，给我看的晕的呀，对吧？因为你想他眼镜嘛，你只要晃这脑袋，然后整个的图像就开始晃来晃去的，就是直接晕死在那儿了。说这个玩意儿就没法整。但是反正有些人就觉得，哎，我还是可以剪出一点内容来吧。反正对于我来说很难理解这种产品。我也想过啊，人类设计的编程范式，比如面向对象各种设计模式，都是为了便于人类思维去抽象掌握啊。但是 AI 不需要这样做，对，所以如果它端到端的话，可能对于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没必要使用这种奇奇怪怪的语言了。怀念多普达啊，多普达，对，多普达，那个机器叫多普达，多普达可能是 i9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微软 WinPhone 之后开始搞硬件 Surface， 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对，但是它 Surface 其实后来也就变成了个笔记本啊。我家还买了一个 Surface，就是那种可以拆平板那种玩意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扔那儿，再也不用了，实在是不怎么好用。各大巨头相互投资意向，然后总给人维持会的感觉啊，这个有点危如累卵走不动的这个雏形了啊。现在怎么说呢？等 OpenAI 上市了以后，所有这些东西你就都得出财报了，对吧？你所有前面吹的牛皮就必须要落实。如果它真的能落实啊，发现哎，我真的是这个用了很多的这种 AI，然后它真的能挣钱。对吧？那可能就往前走了啊。如果到时候发现有些很多地方搞不定啊，那这个事儿就不太好搞了。WinCE 好古老的名字啊！我记得当初摩托还专门做了 WinCE 类的
PDA 手机啊，现在 Win 手机系统和这个摩托都是历史名字了啊。对，摩托也被卖了，现在摩托最后剩的品牌在联想手里头。我还买过惠普的 PDA 啊，买过这个多普达的这个就是带电话的都买过。就是我反正是就是经常浪费钱啊，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浪费钱，就是这各种数码产品都要买回来自己玩一玩。AWS 投入大量的是这个 AVG 设备啊，无人仓储、无人物流啊，它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啊，还对外销售是，但是在这一块呢，就是这块投入完了以后，你就想吧，120万的蓝领工人的工作就要危险了。感觉 Sora 和 ChatGPT 一样，都属于技术创新上朴素的 demo，算不上非常好的产品创新啊。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时代已经开启了啊，这个是真的。之前看到有报道啊，山姆非常注重社交平台的反馈 ，X 上的 Reddit 上的啊是天天盯着，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有的。但是你想，他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就是我反正 Sora 上的视频，你们把它搬到 X 上去，搬到哪儿去，我都无所谓，对吧？然后剩下的就是别人该头疼的事儿了。但是你在美塔内部的话，就有人举着尚方宝剑四处挥砍，还把自己砍伤了一个状态。现在 FB 和 Ins 赚的钱能补上眼镜和 AI 的亏空吗？能补上，就是它整体还是盈利的。但是呢，这个美塔现在还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发债，对吧？刚发了300亿美金的债出来，啊，所以就是它这个到那种公司的层级吧，就是它很多的财务处理方式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认知了啊，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处理方法，所以不是一句简单的盈亏就可以把它说明白的。OpenAI 不上市没钱会死，上市所有问题暴露出来也会死。不同的是，上市它好歹能捞一把。这个你别老惦记上市捞一把，这是 A 股才干的活啊。上市了以后呢，你对于美股来说未必能捞回多少钱来。你可能一开始上市那一把600亿美金，或者是几千亿美金，你能捞回来啊。但是你捞完了以后呢，你就老老实实要去交报表了啊，而且。这个上市了以后再出任何问题就要去坐牢的，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不趁着泡沫捞一把，这个 A 股你可以这么趁着泡沫捞，那个不行啊。Surface 太拉了啊，这个当初有那个钱啊，不如配 Mac 加上这个 iPad Pro 啊，这个当时怎么说呢？就是我太太当时说要个 Windows 电脑，我就给她买了一个，就是我当时已经开始用 Mac 了。当时大家都是塞班系统啊，多普达帅爆了啊，绝对的。Sora 真不在意视频外流啊，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应该是工具化，这个你还真别这么讲。这些做工具的人最想做的是社交化啊，因为我以前的公司就是做工具的嘛，啊，想做社交可费劲了。啊，一旦你社交化了以后，你的用户使用时长什么就全上去了，你才有机会做广告。你工具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工具做得越好，用户离开的越快，对吧？你说，哎，我在你这工具上折腾了2小时没做出来，那属于工具失败了，对吧？一定是工具上啪一点啊，或者一下我就把东西做出来就可以离开了，这个工具才叫成功。所以工具跟社交的整个的理念是反的，社交是你在我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工具是你要在我这儿待的时间越短越好。但是只有待的时间足够长，你才有机会给人做广告啊！你待时间短了，你做不出广告来啊！所以它有很多的差异在这儿。因为我们以前在猎豹移动的时候也尝试做了一堆社交产品，但是用工具的思路去做社交，基本上全死了啊，没法整。新硬件没几个公司跟进啊，3年没大成主流，后来基本就没机会了。VR 眼镜基本上没有大机会啊，这个反正我个人不喜欢吧，有人喜欢。这个等着他继续往前做吧。川大爷来了亚洲溜达一圈也没给标普带来什么利好啊。鲍威尔上来一句 Good afternoon， 对他 Good afternoon 确实是比较吓人啊。所以这一次虽然降了，但是他想说什么？
说这个美国政府停摆，我拿不到下边数据了，所以12月份到底降不降我不知道了。这事儿是有点瘆人。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咱们今天呢，人也不多啊，反正讲的稍微的快了一点吧，内容其实是不少的啊，讲了40多分钟啊，然后可能快50分钟了。后边呢，咱们又讲了10多分钟的评论啊，大家也是，这个请踊跃发言啊。那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周末和下周的安排吧。然后这周末可能会稍微的放松一点啊，就是反正我老是请假，但是请完假以后，经常也就把它补上了。这个，所以看吧，周末到底能做点什么。然后，付费频道的话，我还要再想一想这周付费在做什么吧，因为上周付费好像是停了。然后呢，我下周2下午2点，去小米提车啊，现在已经跟我讲了，说你来提车来吧，对吧？这个已经跟人说清楚了啊，所以下周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小米预期的节目给大家上来，说我开着车去哪儿玩去了啊，或者说这个车怎么回事啊，就会拍一点视频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是下周的一个安排。然后因为这个车到手里还得卖旧车，还要保险，还要上牌我本来计划的11月就要去上海，但是现在看呢，我应该会把这些事儿都搞利索了以后再离开北京啊。然后看看如果车好开的话，没准会这个把车开到各个地方去玩一玩啊，让大家去瞅一瞅。这个提车可以做视频，但是我估计也没有太功夫做啊，还是老老实实把车提回来，然后再安安静静的拍吧。这个提车也没法直播，因为直播这个你还需要挂梯子，很麻烦，对吧？如果在国外的话，你可以提车做个直播啊，在那儿真没法整。字节也有这个，对，他做了个 Pico 啊，这个 Pico 我还认识他们的人，我还有一些朋友在里边去上班啊，这个但是 Pico 也没卖起来啊，这个事儿就不行。大美丽这次停摆的时间够长，还不够，还没有达到记录啊！上一次35天的记录也是川大统领创建的，是川建国同事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创造了35天停摆的这个记录，这次还没超过呢，一定要这个再接再厉，超过35天。据说纽约已经进入紧急状态了啊，因为它的那个食品食堂还是叫什么食物银行啊，食物银行没有吃的了啊，现在有人要饿死了。提车视频啊，提车视频会做，直播不会做。国内电车保险贵嘛？啊，这个我还没去买，我准备下礼拜再去买那个保险。啊，肯定会去买保险的，可能我估计他们跟我讲大概是7、8千块，我还没有自己去看。在小米汽车里拍视频吧，对，我是准备干这个活了。所以你看我这个有很多新设备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叫做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东西叫电动吸盘啊，这个挺好玩的。哎，它就吸上了啊，它是电动的，刚才听见滋滋滋这声了吧？我就准备把它吸在车上啊，然后这头加一个摄像头就开始拍了啊，然后很结实啊。就是如果漏气了呢，它会再去，比如我漏气了啊，它会再抽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设备，挺好玩的。然后想把它拿下来啊，这儿一按钮，一摁啊就把它拿下来了。所以我是准备把它吸在车里，然后跟大家去拍视频的。现在的 VR 眼镜真的有点鸡肋啊，实在不明白小扎为什么这么坚持啊？他是不是没听过陌陌的笑话啊？陌陌聊得很开心，然后互相加了微信，社交终点就是线下了啊。这个其实小扎做 VR 的一个，我自己感觉吧，就是以我的这种小人之心度人一下君子之腹吧。他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呢？就是他被苹果恶心了，对吧？他在苹果上上架了他的 Facebook 的应用，然后苹果有一次差点没把他弄死啊，说这个我不给你各种数据了，然后你要受到各种限制，然后导致 Facebook 整个的广告变现效率下降了一大块。然后在那以后呢，小扎说我一定要干这个事儿啊，我一定要打破 APP
啊，我一定不能让这个苹果和谷歌啊卡住我的脖子啊，这就是卡脖子事儿嘛。然后就开始搞这个 VR，他搞 VR 的最主要目的呢，其实并不是说要消灭 APP，而是什么呢？他自己要变成平台，让别人变成 APP，而不是他自己是 APP 去折腾别人去啊，是到别人平台上去干活。这个事儿其实有点像中国现在跟美国折腾这个事儿，对吧？啊，所以这个折腾了半天啊，它本身的目的就没有那么纯。小扎投入 VR 啊，沉没成本太高了。是的，他现在大概已经亏了700多亿了啊，其实也不算那么多了。这个，你想他今年光这个基建投入就700多亿，所以在这块上他还是分得清主次的，只是还是不舍得扔呗。而且对于他来说呢，一旦把这个东西扔掉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不是职业经理人，他是创始人，所以创始人呢必须要保持这个光环啊，要是全知全能的。对吧？要看得比别人都远，然后要孤家寡人。一旦说我承认错误，说啊这个地方我有问题了，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他可能也被架在这儿了。提车买保险，车上这个配套设备，下周节目安排齐了啊，这个没有那么多啊。而且下周我还要干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下周护照就回来了啊，我去换护照去了。换完护照以后呢，也开始接着办各种签证啊，签证出来了以后就可以啊到全世界各地去玩耍了。还封了 HTML，对，是让这个Meta 自研 React， 这个反正是对 Meta 挺不友好的。AK 一直推 Meta 眼镜，对 AK 他特别喜欢这东西，但我是不喜欢。你让他自己也戴眼镜啊，但是反正不好说吧。以后录的视频背景是小米汽车内部啊，这个可以啊。小米汽车内部其实也没多好看啊，这个也是挺单调的，还是要有风景才可以。好多人还在用 iPhone 10啊，专门买眼镜去用，比 iPhone 10体验更差的应用，没什么意义啊。是这个好吧？小扎这种不会像以前乔布斯那样被踢出来吗？他应该不太会啊，他对内部的掌控应该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被踢出来的，其实最大的前提还是什么呢？乔布斯当时第一个是胡搞，第二个就是他是个小股东啊，就是哎，我还真搞不清小扎现在是多大的股东，他的控制结构这块我没有研究啊，回头可以研究一下。啊，至少目前为止吧，他还是精神领袖，还在那折腾呢。现在要准备看踢出来看马斯克了呀，对吧？现在马斯克已经讲了，我的薪酬方案通不过我就辞职，对吧？这个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下周还是下下周可以拭目以待一下啊，就是特斯拉的股东大会。乔布斯之后，这些创始人都学聪明了啊，绝对的，吃一堑长一智。拿到护照啊，欢迎来悉尼玩啊！好啊，哎，悉尼我还没去过，现在我不知道从北京飞悉尼是多少钱呀？如果不贵的话，可以去一趟啊。这个到那儿去找你们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做一些线下的见面啊，录一些节目啊，这个事儿还是可以的啊。好啊，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陪伴，然后也有200多人，还是非常非常棒的。4500哈，这是去悉尼的机票吗？也还行哈，别老想着录节目了，出去玩吧啊，是这样的。但这个事儿呢，就是要放过自己啊。我有时候就是比较难以放过自己，就是你像我每周其实周五直播的时候都在讲，然后我要请假，我周末要休息，但是实际上周末呢，现在比原来确实更的少了啊。原来一般是周六一条，周日一条，然后再加一个叫做什么呢？再加上一个这个会员，然后周一还有节目，对吧？一般是这么来干的，所以周末会比其他时候更忙。我现在呢，基本上是周六就不播了，然后呢，周日呢会放一个节目，就是周六还要再去录一条，然后呢，这个周日会去录这个周一的节目，而且有的时候还要录这个会员节目，所以现在其实周末还是会比平时稍微忙一点点，但是就是这样啊，每周都
请假，但是每周呢都会，哎，我又回来了，又是我，大概就是这样的。这个是周末愉快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纯玩儿才是玩儿，好吧？被油管 PUA 太严重了，哎，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不用说油管了，你在任何一个公司里都是属于被人 PUA 的人啊。这个70年代的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好，那么大家周末愉快，再见。